这刚到老家，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原来我妈正在对老李头发飙，原因是我爸不听指挥，把带柚子的枝也咔嚓了。我妈说太影响树的美观了，这么多柚子多可惜呀！妈，你写的不高兴。爸妈动工简直神速，也无情把屋后土丘上的2棵柚子树砍掉了，还把土丘夷为平地，神速把小厨房的地基加固填平。计划的小厨房需要重新盖瓦，所以就必须拆掉原来的钢架棚。于是老爸叫上了他的朋友来帮忙拆卸，期待我的小厨房。终于1直下，温度也在下降和回升中徘徊。爸妈为了不影响进度，只能简易的遮雨棚，这就开工了。在改造中，我们的分工非常的明确，作为纯帅的老爸担任技术工人，老妈就担任工程进度、质量监管总指挥，我负责跑腿和苦力。在和砖水泥灰打交道的过程，老妈总担心我没有做过这样的累活，身体会吃不消，总把累活揽过去。我说这也太小看我了，作为你们的女儿，哪有那么矫情？其实老爸老妈朴实无华，用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精神，在我的成长里影响着我，也用他们淳朴的思想教会了我和弟弟俩做人要律己正直、重义守信，做事不吃一空想，得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脚印。有多少把屎了？厨房的主体用了2天的时间，在雨中渐渐成型。老妈便开始凡尔赛，说起房子也太简单了。看着小厨房一点点堆砌成墙，回想的汗水和疲惫真的不值一提，很享受。今天也终于体验了一把什么是真正的搬砖，这酸爽无与伦比。但想到只要我多做一点，爸妈就能轻松一点，也就充满了力量。厨房主体成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为厨房盖瓦做准备，把多的砖头清理出去，再把之前不平的地面砸开，把屋里填平。装修一间屋子，改造第6天了，雨还是在下。和爸妈到城郊选材料，老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也终于知道路边的这些树是用来干嘛。说真的，不好这一口。帮我的过程，老妈更是差点把人家的工作给黄了。这个老娘子哈，那么辛苦，老你又差是不是？那你那个老板嘛哈。老娘大了，你嘛多花点钱人家嘛。看着这么大年纪的搬运奶奶吃力的搬运，老爸见状主动帮忙，材料很快就运回老家。这会儿老弟也回来帮忙了。人多力量大，有老弟的帮忙，屋顶很快就盖好了。前期的改造系列属于纪录片，不能给大家呈现唯美的画面，各位看官就凑合看吧。厨房封顶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屋内墙面和灶台的建设，填平地面和刮平墙面。材料无疑又是苦力的一天。爸妈已经早开工了。还在洗澡呢。人家女的他们是要上班噻，我喉咙是了一大天哟。生活中，父亲就是我的铠甲。虽然从小就十分严厉，一个不小心就会吃个零，但丝毫不影响当中如超级英雄般的存在。特别庆幸是他们的女儿，从小教会我顺境中不惰，逆境中不累，就像他们一样。这一期的内容就是如此喽，记得点赞和关注哦。爸爸，你现在很像超人。老家改造第10天了，厨房主体终于收尾。今天的工作是打地坪、和水泥的日常。你看又是下雨天，但天气丝毫没有影响到收尾进程。老爸更是披荆斩棘的埋头开工，这也有点太酷了。前几期的视频收到了很多粉丝留言，纷纷都在夸赞我的声音，问我是否是学的播音专业。在这里正式的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是一名社会型自由职业主持人，不是电台主播，主要从事的工作呢是商业型主持和婚礼主持。在这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对我声音的喜欢，也感谢大家的关注与点赞。那今天就给大家老院拾荒，今天是捡破烂的一天。这个园子正在拆，看一下能不能捡点漏。哇，这个路有点为难呐。这是我们村里的老院子，现在被拆了，随处可见的宝贝呀！哇，还有这里，发财了，发财了！在废墟上发现了好多的淘淘罐罐，真的是太兴奋了。这2个小家伙也来帮倒忙了。老家中还有很多旧物被竹子盖住了，没办法取出来。先走，先走。
这么多罐子搬回去，真是得累得够呛。我家在这个院子后边最高的山丘上，还是得借用最朴实的工具才行啊。超级期待后边改造能发挥出他们独特的气质。原因是我要堆出一堆石头，无可奈何村里面都是老友，老爸近期也有工作不在家，恰巧遇见我们村里来改建电路的工人大叔在马路边等开工，于是非常不好意思的就开了口，请他们帮忙。没想到几位大叔热情豁达，很爽快的就答应了。这个石头实在是搬不动，于是就找了几位叔叔来帮我。这有点高哦，我试了一下，真的是搬不动，太重了。对于叔叔们热情的帮助，内心真的是各种感恩。但叔叔们说的最多的就是这都是小事情。我很感恩人生当中所有对我帮助的人，哪怕是微乎其微的小事儿，所以更加感恩这样萍水相逢的帮助。石盆搭好之后，最难移动的还是我们家这口祖传的石水缸，被我预估的要重，看着200-300斤，但大叔们说水缸一般都有500-600斤，真的是太难为几位叔叔了。经过叔叔们几次艰难的调整，石水缸终于被挪动了。大叔们喊着号子，吃力的一步一步帮我，内心真的是太感激了。受之恩惠却不求回报，让我真的很感悟几位不失辛勤的劳动者，他们善良的品质如此的淳朴，这大概也是我一直想追求的简单生活。石缸挪走了，今天砌一个临时的阶梯，方便我移在院坝里的绣球花。今天的活儿不少，话不多说，开干。修阶梯需要先用土填高，于是考虑开个荒，顺便把土挖下过去。重活开始了，还好当年那个小屁孩弟弟来帮忙了。当初的小屁孩，现在可已经是个男子汉了。来了，那就开虐吧。前面这根竹子在我的规划之外了嘛，说这根竹子有些挡光，然后影响了土里的作物，所以决定把它咔嚓掉。这波也不小心把人家的家给拆了。为了砍掉这些竹子，我也是拼了，但是真的太费劲了。砍了10几根之后，我连录的力气都没有了。老妈回来看我汗流浃背，就不允许我砍，让我等老爸回来帮忙。没有停下来，我也是逮点空闲就赶回老家忙活。计划先修整院坝，于是老妈联系了他们开石材厂的朋友郑叔，带我们去选材料。来到石材厂之后，看到好多石头，老妈也不禁对我笑话起来，说家里的房子那么差，地把真那么好，有点不搭呀。这边也拆了，这边要填一些作为一条停车带。这边就是我的小花园，都下面。这是完中午的婚礼，又回到老家。
之后就已经看到食材都拉回来了，50吨水泥，100平米的一砖沙子。大号篷布准备开工。哇，都吃了这么多，老爹真是厉害。之前帮我搬石头的几位大叔下班路过，顺便也来看看。每次看到他们都觉得特别的亲切。不说，我妈就追到我。这是我种了几年的大芦荟，得给它搬家了。说贴地砖不费事儿，费时间的得数这些犄角旮旯的杂活儿。原来的菜池不够高，填平地面还需要很多的土和石头。于是我和老妈开启了愚公移山的模式，一点点的搬土。这个时候弟弟回来帮忙了。这是老爸最近的日常，做好了都那么开心哎！哦，要打你！加油加油！这一张拿的10股就好重。10多斤。改造以来，这个雨下的真是不吝啬。要吃么了呢？你呀，回来。差不多嘛。我买这个饭嘛就差不多嘛，是吧？妈，我看到你穿那个，我就觉得好冷哦。搬不动了。虽然改造的过程各种辛苦，但一家人在一起努力的样子却很幸福。老汉那个草莓有点酸哟。以前健身对你还是有用哈，现在可以下地去。你推不推着？推不到。试一下，反正我推起不得行。出来，稳到啊，稳到，稳到！加油，加油！你莫在到路上了哈。哟喂，竟然推上去了！就有点把你衣服鞋上的稀我搓。经过老爸老妈风雨无阻的坚持，院坝终于贴好了。特别 nice 的一件事情，我的2位发小帮我在安窗户。等了10来天，我的户外遮阳架今年终于开始搭建了。想过用防腐木或者铝合金，但考虑到耐用性和性价比，最终在发小的专业建议下，还是选择了万年的不锈钢。哇，我爸在做地基了，班长，可以1块。好1块。长方形的哈。你那屁股就弄到那了。也可以。那个对面下来，那个弄成那边下去，多好才那样改些，不管那边下。都行。那边下。这边的墙就是一个曲线型的了。可以。不一定要那么规则。辛苦了，老爹。能干哦。我们买个肉的时间，你就把梯做好了了。慢慢来嘛。慢慢来嘛。来，赶紧夸喊我老汉儿，我老汉儿能不能干？能干，做好点能干，本爷有没能干？能干的人都有点嘛啥子？
哦，把你小吃的哭都哭不出来。真的赞。做那个东西我要是做到出哈。那个嘛，这个早晓得留着你来做啊。你留到我做我也不得做啊，我那么大岁数啊。聊大岁数了，你不是岁数大了哈？我60岁了啊。 50就大了。预定50岁就退休啊，我60岁还不该退休啊。通过1周雨水多、晴天少的断续施工，围墙终于砌好了。在实际操作下，我的青砖墙变成了红砖墙，发现灰砖是真的不好买，所以那就这样吧。整个院子一砖一土一瓦都是我们自己亲自动手，加上天气的不给力，进度就比较慢。挖这排水沟真是累得够呛，主要是总指挥老妈不在，老爸指挥不当，挖错了位置，只能返工重挖。来帮忙啊，断了。现在的生活2点一线，主持工作结束就回老家帮忙。改造的过程真的发现自己的能量好大，连老妈都说现在的我有她当年的气势，不怕苦，不怕累，妥妥的那个汉子一枚。这里是重庆最大的花鸟市场，今天下午我和你一块儿去买花花。这个广州真的好好看啊，好香啊！我看中了一棵花，真的好喜欢。问了一下老板什么价格，他说长见识，长见识哈。哎，你看它这个花不是从一个花苞里面开，它一个花苞里面开很多个。这个怎么卖呀？500。哦，500。哇！高山杜鹃，长见识了，长见识了。这菊花好好看啊！来一份走。你在说打的麻将啊？看到这些石器，感觉也走不动了。重庆最大的花鸟市场，今天买了好多花。问一下，车能不能装得下？装不下啦，怎么办？还有好多好多，自己抱回去。筐子也想买，盆盆也想买。哇，这又看到什么新大陆？新叶榕，它名字叫茜麻。今天你把做好了，我先走了。而且是双口的。啊，可以，就这颗吧。有车呀？我们车还在后边，待会儿弄。我们待会儿再弄。老板，你给我装一下，给我打一下包。哎，我发现现在好喜欢这个菊花哟，到时候会不会入菊花的坑？这颗就跟我回家吧。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原本想分成2株，没想到这么脆弱被我掰断了。此刻的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接受现实吧，虽然很心疼。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花园小路造起来。最近和这块土干了起来，其实也是趁天气正好，远离喧嚣，打造自己的小院，享受电话的乐趣，累且快乐着。下午的时候，3位好友成群结队如约而至，来到了乡下慰问我这把土人。这是你们的妈妈，还这么好。这个绣球是在前年买的，然后这个前面是我的扦插苗，现在它们都已经开了一大波花了，花这么大一朵一朵的，有蓝色、紫色，还有绿色，很棒的。这下边目前只做了硬化，现在装那个装那大路了。
今天要把花园刷大白墙了。说干就干，于是一大早就来到了华美了一家老表的店里选涂料。通过老表的推荐，选择了一款非常实用的外墙漆，把我的红砖墙刷白。你看，工人这会儿已经来了。与此同时，我买的草皮也到了。其实刷白墙并不是我最中意的方案，但简单快捷还省钱省力，所以就先这么操作吧。一眨眼的功夫，又是新的一天，买了1000多的植物，先种花，再铺草坪。因为市场小，品种少，买花草我跑了好几个地方，勉为其难选了一些，这每一颗大概都是在100多米左右。细心的网友会发现我干活是戴着墨镜的，不要以为我是在装酷，其实那是因为光线太强受不了。计划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洗手池，所以先把位置先预留出来。为了造个景，决定就地取材，来到了一座废屋前寻宝。待会儿这个蕨类，我们在上面是吗？我猜这个可以哦。是吗？把这个拉回去吧。看一下，挺好的。我们今天就是来扒这个的，多扒点回去，可好看了。来，这么多，看这个放里面，多好！如此的美丽，那我把你们带回家吧，毕竟在这儿你们没有人欣赏。全都给抱回家的，这还行好，全都搁了呀。去哪看？来，背着你去。啊，这个也可以。走不了了，走不了。天黑了，大姐。不，把这块美女，天黑了。哇，这感觉你不知道啊，真的是。啊，挤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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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脱了一层厚厚的衣服，感觉你们不懂，你们不懂。在别人眼里就是笨，他在我眼里你就是宝贝呀。来，丢里边去。17，一件没34，走你。好看吗？嘿嘿。圆形角落的地方打算做一个秋千，但是到现在还没选择到喜欢的款式。交作业啦，看到这儿应该点个赞或者关注哦。好的。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啥？我的裤子有点短，是不是我长高了？长多了那叫缩水。多大？谁敢要你？你说，谁要？谁要得起？不需要别人要，我自己要。哎，你看看，完美啊！好开心，好开心。这是一个什么？这不是个实心的，光心的吗？哦，是个槽子，漂亮噻，相当 nice。哎呀，别砸烂了！哎，天哪，这个山好好看哦！天哪，天哪，你是石头的，这工艺，现在它是没有了哟。放了一嘛。这个东西感觉好高级，公车。
简直是捡了一个宝贝呀！哎，都已经醉了。叔伯，我这把你的拿给我。这种生了，想你弄个去变了。弄那个，弄那个。给你们分享一下我今天的战利品。除了我脚下这2块是之前捡的，噔噔噔，这边都是今天下午和上午的战利品，可能家家户户都有。现在还没有想好做什么，但是我觉得还是挺中。不明植物种这儿感觉有点失策，怎么看怎么像倒伏的蘑菇根儿。本来是想种在那个角落的，但是毫无违和感，算了，将就吧。打理付出的收获，现在没事儿就打理着这份热爱，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花草成我众多热爱里的精神食粮，爱到不行。大概是越成长越喜欢那份宁静和与世无争的纯粹。
费了我9牛2虎之力，终于把这棵李子树从后院给挖了出来，打算种在妈妈正在挖的地方假山后面。开始该入户门头瓦了，一回到老家就看着老爸已经用竹子和钢管搭起了支撑架。因为门头空间有限，所以操作起来比较费劲，每件材料都需要一件一件钉上去。老爸更是小心翼翼地操作着每一步。起初还担心老爸不会盖装饰瓦，没想到老爸直接说这都是小儿科，厉害了。宽度原计划设计是3.4米，但加上去之后发现太宽了，于是房工又把切好的5根横梁再锯了一遍。因为工具的不专业，我的手磨器在经历了9次手磨切割之后，气得冒烟，成功申请退休啦。如粉丝所料，院子靠近竹林，风吹落叶四起，好在有2个小帮手，花5块米成交了落叶的清理工作。虽然门头面积不大，但是却耗时了1天半的时间才把它建好。接下来看一下成品吧。看起来好好看呐！买了4条大鱼儿，还有8条小鱼儿，倒下去。
今天我来交作业啦。上一次有粉丝说到我的李子树要活的话，就需要提前把它的叶子给拔高，于是我照做了，再加上2袋营养液的加持，它现在已经冒新绿了。给你们看一下。上一次有小伙伴问我的院子里面种了多少种类的花，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花园里面必不可少的花肯定是要有月季类的，所以我的院子里面目前种了大概有30个品种的月季啊，包括蔷薇。那其他的花花草草就太多了，目前我估计接近150个品种吧。然后呢，我的绣球花是只有2、3个品种，因为不多哈，因为都是我自己扦插出来的。目前的一个状况是开的特别的棒，看一下。
今天我要改造这不锈钢。计划良久的茶室终于安排上了，请了邻家表哥来帮忙焊接，先把多余的葡萄藤挖走，清理旁边的花带，后面再种上一排绿林。这个茶室风格走不像是新中式的，边做边设计，都不知道会被我倒腾成什么样。恰巧水电工也在，顺便安排上了电源的问题。其实茶室的大概结构是计划好了的，但实际操作后一言不合就改。好在表哥人特别的好，问我怎么改，都逼着我没有一点抱怨，知道了码的位置。就像不像给自己焊了一个铁笼子，把自己关在里边？妥妥的现场设计，现场施工。看到这里，是不是还觉得有那么一丢丢新中式的感觉？那接下来工作就是对待喷漆和封顶，期待它最终的效果呈现吧。大楼梯先做个卫生，上去后才发现太高估自己了，不仅恐高还胆小，还是换个工具吧。在网上花几十块买的电喷壶，给不锈钢喷上黑漆。上午喷着喷着下了几颗毛毛雨，下午看天气好有太阳又接着喷，刚喷完就变天，简直是大型翻车现场。恰好朋友路过帮我遮盖了起来，内心崩溃，省略1万字。完犊子了，被喷成了这副仔。无奈就先这样吧，封顶后再想办法补救。简易的阳光茶室主体结构就这样完成了。今天发小来给我做大门了。打娘胎就认识的我们是隔壁邻居，是从小到大的玩伴，是同学也是兄妹。这一次他回老家原本是要休假的，但是听到我念叨说做定制木门太贵了，家里又有很多准备当柴烧的废木料，二话不说把家里的工具都翻了出来，说咱们现做，这一下子就解决了我的难题。看到这推刀就想到了儿时放学后他在家敲敲打打做小桌子小板凳的画面，没想到现在练就了这好手艺。生活中总是像朋友一样默默的支持和帮助我，也像哥哥一样见不得我受委屈，抱打不平。时光匆匆，我们都在光阴里慢慢长大，变成了大人的模样，唯有不变的是这一份肝胆相照的友情和亲情。大门做好了，虽然没有工厂定制的那样完美无瑕，但这份独一无二的心意却值得我珍藏一辈子。接下来要把剩余的木料用来做一张放茶室的桌子。
老天爷终于降温了。经历过这么酷热的夏天，它依然还在开放，所以明年应该要好好的对待它，给它多施点水，给它搭一个高一点的架子。苍天啊，你下来时人间降水了呀！爸爸，哎，买了2包粉干，看一看嘞。饼干吗？好的吃吗？我来做，中午就吃了，做就做了。我这样简单了，对，比较好。也太多了，这已经是我剪过的了。对，今天不是在等雨吗？雨怎么还不来？我们待会儿去摘点辣椒，炒进去，再加点肉。Hello， 我是李问。在前2期视频当中，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我的厨房有点不一样了，那在今天就给大家拍一个一镜到底，让大家去看一下我现在的一个环境是什么样子的。那在我的身后就是我的花园一角了，这边是假山。经历过这个夏天，其实我这很惨，我的假山现在空空的，没有水了，因为开裂了啊，所以在后面要全方位的重新再做一下防水。之前有粉丝留言说，希望有机会可以来我的院子来参观一下。在这里呢，要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喜欢和支持，但是非常的惭愧，为什么呢？就是我的院子它真的没有什么太大好看的。其实目之所及，我看到的是一片狼藉，所以在视频当中所呈现的画面可能会比现实当中更好看一些。因为我在我的院子当中种了很多的花花草草，所以它没有一个特别的那种园林的一个规划，只要是我喜欢的我就往里面栽。那经历过一个夏天，其实有一个最深刻的感受，这也是我第一次弄这样的一个花园。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一片竹林，一直都在不停的掉叶子，所以种花它不是我最累的事情，最累的就是捡落叶还有拔草。我看到的我的花园是有种破败不堪的感觉啊，特别简陋啊，因为没有修葺好。那肯定又有粉丝在问了，你不是在做改造吗？为什么你的速度那么慢？都快1年了，我都1年多了。是啊，其实我想在这里给广大喜欢我的粉丝朋友们说一下，这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并不是为了去呈现一个作品去发布，然后呢再去做这件事情。它是属于我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所以它不是一蹴而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积累啊。现在其实上面都是比较乱七八糟的，那今天就给大家欧保持的去看一下，大家看一下你们好奇的我的这个厨房，它走到我上面的电棒下，这样子的，还有这样子的，有点凌乱。这个葡萄藤我还没有把它想好到底挂哪儿啊，它还晾哪儿呢？这个院坝也没有特别的去清洗清理啊，因为平常我这段时间都不住这边。好，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身后，再往这边走啊，这边就是我之前的那个厨房，大家都知道的啊，是什么和爸爸妈妈然后重新修的一个厨房。那通过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哎，后边是不是就发现有点不一样的元素了？在我的这边就是我家，而在这边就是我的邻居家。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邻居，就是那个不陌生，在我的视频当中经常有看到她，她就是我的好姐妹木星，她也是主持人。那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她打造的一个院子，在之前这里是一个不能用废墟来形容的废墟，然后经过她的手一点一点改造成了现在的模样。这是我们一起搭建的一个茅草屋啊，在这边可以喝茶、乘凉，然后躺睡。从这边进大门，经常会在这里喝个茶、聊个天儿。然后这个门头是他亲自刻出来的。过这条小道可以来到我们的厨房，经常我们俩忙碌的地方。这里就是我们没有做精细的一个装饰啊，这些全都是有些手工做的。好，接下来就是上楼了。这个地方还没有弄好啊，所以现在看到的是一种叙利亚的一个风格。上家，小伙伴们，我来
好姐妹木星以及她的师傅和师兄弟们了。他们现在正在这边要搭建更多茅草屋，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上边有很多的一些修剪的地方，现在全是他们纯手工来打造。好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了，这就是我们现在要一起去实现的田园生活。我们会一起努力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开心生活每一天很重要，所以也要开心哦。
了。